听听院长怎么说。李易峰事件，一个流量明星控制不住失控的欲望，这没有什么好评价的，这是实锤违法，自有法律制裁。包括如此多的品牌迅速切割，昨天还闪闪发光的海报被连夜扔进垃圾箱，未来呢还不知道有多少相关产品下架。滑坡效应是无止境的，人走茶凉，墙倒众人推，都为了吃饭，都为了活着，这都可以理解。不过吃瓜之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流量明星为什么迅速窜红？他们的背后到底是哪些资本不当获利？所谓不当获利，熬制热点，操纵舆论，虚构影响力，打击同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 TOP 10的娱乐公司各种神秘的资本版图和旗下那些艺人名单，相信现在已经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为什么引起注意？一个原因就是流量过度集中会变成抢夺话语权，其次呢就是粉圈化，容易群体动荡，然后就是不当引导，冒犯公序良俗，还有就是比较严重，操纵流量背后违法犯罪，动用水军是一块，还有一块涉及洗钱。诸位不着急，慢慢看，最近还会有大瓜。因为什么？防范资本无序扩张，这不是开玩笑的。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理解，流量的背后是资本交易，明星呢只是攻击武器和套利工具。前一段时间，江苏方面打掉了一个团伙，网络水军为50多位明星艺人非法删帖。为什么没有爆出明星艺人以及经纪公司的名字以及这个团伙的旗下公司？大家知道，买卖同罪还得继续深挖，不想打草惊蛇。我们的娱乐产业发展太快了，发展阶段套用韩流模式，韩流的背后是什么？是黑金操控，是不法勾当。打开窗户，空气和苍蝇都进来了。所以娱乐业现在进入到了打虎拍蝇阶段，不整数实在不行了。这其中资本的无序扩张、非法垄断都有一个直接的牺牲品，就是明星艺人。大家说被资本操控的艺人有自主权吗？熟悉内幕的朋友随便就可以拿出大量的合同，比当年的超级女声签约很多了，基本就是卖身契。有的签的是死约，想告别可以，赔偿的都是天文数字。有的是无穷无尽的约束，基本相当于关进笼子里，没有个人生活。一个成年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异化成工具。你看到的都是光芒，许多明星深夜里留给自己的都是凄凉。我原来说过，这个社会的残忍就是有使用价值才有价值。明星艺人不要以为自己多赚钱可以一劳永逸，黑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不动产，顶多算桌椅板凳电脑机器是有折旧的，人家考虑的是买卖。明星呢，怎么可能拥有自己的人生？一旦资本竞争剑拔弩张，第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是头牌明星。像刘德华那样善始善终的能有多少？还不是熬出头了，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才可以海阔天空。大多数艺人吃的都是青春饭，用尊严换口粮。在黑金操纵的娱乐产业中，谁能谈艺术？谁敢和老板谈艺术？不过是一茬接一茬的收割。明星在前台，黑心的老板正在研究大捞一笔，琢磨跑路。所以你说明星惨不惨？我总想起卡夫卡的那句话：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恶。包括许多明星艺人不知道保护自己，太不了解幽微的人性。我一直关注一位被光天化日明目张胆栽赃陷害的小演员，就是被黑金势力在幕后绞杀，3天之内就被迫消失。怎么办？那么多人知道你无辜，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再善良，你的眼里再有光，也架不住豺狼虎豹围猎。说句狠一点的，你甚至看不清凶手是谁，因为他们不仅有保护伞，还把自己伪装得十分灿烂。我只能提醒一句，这可能是你人生之路上注定经历的磨难。这一行太黑暗，你要坚强起来，要在溺水中学会游泳。所谓娱乐产业黑金，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背后都有权贵的身影。那些深不见底的勾当，终将大白于天下。那些真正有天赋的孩子，那些想为艺术奉献此生的少男少女，
一旦走上娱乐这条奇轨之路，就要提前规划好每一步。那些手眼通天的集团可能给你豪华礼物，但是背后都悄悄标上了血与泪的价码。说句老气的话，物尽诛愚者，亲近诛智者，尊敬有德者，此谓最吉祥。好在福祸相依，否极泰来，阴见不远，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希望为人父母者要叮嘱沉浸在艺术梦里的孩子，你们爱的和爱你们的都真诚善良，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有艺术梦的年轻人一定要保持初恋般的热情和信仰般的意志，事有归着，心存祭物，否则虚荣有一天一定会埋葬你。我常说，龙鸡有米，汤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真爱才是灯烛，夜路一起走，眼睛里有光的孩子，前途无量。